我们来聊一个很诡异的社交悖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群里最没有攻击性的那个人，反而最容易被孤立？他可能就是你，或者你身边的某位朋友。安静、善良、不争不抢，总能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身上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通透。他们像一杯温水，无色无味，对谁都构不成威胁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杯温水却常常被人嫌凉。他们没做错任何事，甚至总在默默散发善意，却总在无形中遭到排斥、误解，甚至莫名其妙的敌意。大家嘴上不说，但身体很诚实。饭局上没人主动跟他搭话，团队里他永远是那个被剩下的，就连发个朋友圈点赞的都寥寥无几。为什么？难道不是越通透、越高级的灵魂，越应该被人尊重和爱戴吗？我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，直到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。因为他们像一面镜子，一面擦得太干净的镜子。他们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就照出了别人身上的尘埃、裂痕，以及那些不愿承认的伪装。而人性最深处的本能，不是感谢那面镜子，而是想把它砸碎。看穿是一种冒犯，你的真诚刺痛了我的表演。我有个朋友叫阿哲，就是典型的这种人。前阵子公司部门聚餐，席间有个新来的同事，为了快速融入，表现得特别活跃。他唾沫横飞地吹嘘自己上个项目如何力挽狂澜，搞定了多么难缠的客户，言语间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。大家都在附和，说着厉害厉害，兄弟牛啊，场面一片祥和。只有阿哲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在那个同事举杯向他试一试。他抬起眼，露出了一个非常淡，却又仿佛洞悉了一切的微笑。那个笑容里没有嘲讽，没有不屑，甚至带着一丝悲悯。但就是这个笑容，让那个同事瞬间卡壳，脸上的表情僵硬了几秒，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了。后半场，那个同事再也没敢往阿哲这边看。饭局结束后，我私下问阿哲，你是不是觉得那小子在吹牛？阿哲摇摇头说，谈不上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故事来武装自己，尤其是在新环境里。我只是觉得他讲故事的时候自己都不是很信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灵性高、感知力强的人，他们像一个天生的人性雷达，他们能轻易捕捉到你语气里一闪而过的犹豫，你笑容里一瞬间的疲惫，你慷慨陈词背后那点微不足道的虚荣心。他们不是刻意去看穿，这是一种被动技能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操作系统。这种洞察力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一种智慧，能帮他们规避风险，理解世界。但对周围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压力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某个角色。在公司，我们扮演专业人士；在家里，扮演顶梁柱；在朋友面前，扮演有趣又有料的家伙。这些面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工具，保护着我们内在的脆弱和不堪。可当你面对一个像阿哲这样的人，你会有一种所有面具都瞬间透明的恐慌。你精心编排的客套话，他能听出背后的真实意图；你故作坚强的微笑，他能看到你眼里的落寞；你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，他能感知到你内心深处对认同的渴望。他就像一个剧场里唯一看穿了所有演员的观众。虽然他安静地坐着，一言不发，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整个舞台的审判。这种被看穿的感觉会激起人强烈的防御机制。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和安全感，人们会下意识地远离这面镜子。他们会给你贴上高冷、城府深、不好相处的标签，然后心安理得地把你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之外。因为讨厌一个让你感到不安的人，远比承认自己正在表演要容易得多。在一个习惯戴面具的世界里，一张干净的脸，
本身就是一种冒犯。不合群是一种选择，你的清醒冒犯了我的沉醉。灵性高的人往往也是最不合群的人。这种不合群不是因为他们孤僻或自傲，而是因为他们对能量的消耗极其敏感。我认识一位做设计的姐姐，圈内小有名气。她几乎从不参加任何无效社交，别人下班后呼朋引伴、K 歌喝酒，她宁愿一个人在家看书、画画，或者侍弄她的花草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同事很不解地问她：“姐，你怎么总是不跟大家一起玩啊？这样会没朋友的。”她当时正在修剪一盆兰花，头也没抬，淡淡地说：“喧嚣给不了我任何东西，但安静可以。”后来她跟我解释，她不是讨厌热闹，她是受不了那种能量的脏乱。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聚在一起，看似热火朝天，但空气里流动的全是抱怨、八卦、炫耀和焦虑。 A 在吐槽老板， B 在炫耀新买的包， C 在打探谁和谁的绯闻。你在那个场子里待2个小时，感觉像被抽干了一样，回到家得缓好几天。”灵性越高的人越懂得一个道理，生命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用来消耗的。他们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那些无法滋养灵魂的噪音上。他们对八卦没兴趣，对炫耀不感冒，对人云亦云的观点保持警惕。这种不迎合的态度，在以群体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规则里，注定会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。想象一个场景，办公室的午餐时间，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某个明星的离婚内幕，唾沫横飞地分析谁对谁错，而你对这些家长里短毫无兴趣，只是安静地吃着饭，偶尔微笑点头。慢慢的，同事们就会觉得你没劲，不接地气，甚至会暗中揣测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们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群体压力。当一群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时，那个唯一不跟随的人就会被视为异类。而人类对异类的本能反应，往往不是好奇或尊敬，而是排斥和恐惧。他们不是在排斥你这个人，他们是在排斥你所代表的那种不遵从。你的不合群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们为了融入群体而放弃了多少自我。你的清醒和独立无情地提醒着他们，他们正沉醉在一种多么廉价的集体狂欢里。为了逃避这种刺痛感，他们会联合起来，给你贴上怪人的标签，把你边缘化。这样，他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那种和大家一样的安全感。他们不是拒绝人群，他们只是拒绝为合群支付那张叫做自我的门票。高价值是一种审判，你的光照出了我的暗。除了看穿和不合群，灵性高的人还有一个招人恨的特质，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像一座灯塔，无意中审判了周围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船。我认识一个创业的朋友，暂且叫他老李。老李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，信奉利益至上。为了签单子，饭局上什么话都说得出，什么酒都喝得下。他常常自嘲自己就是个在名利场里打滚的俗人。他有个发小，是个半隐居的画家，对物质看得极淡，生活简单却自得其乐。老李每次资金周转不开，或者被客户折磨得身心俱疲时，就喜欢去找这个画家朋友喝酒。可每次喝完，他都更难受了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我真他妈讨厌我那个朋友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我辛辛苦苦陪笑陪喝，一年挣那180万，觉得自己挺牛逼。可我一到他那儿，看见他穿着几十块的布衣，喝着粗茶，对着一幅破画能笑一下午，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傻逼。他什么都没说，甚至还安慰我说我辛苦了，但我就是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可怜虫。老李的感受非常真实。灵性高的人，他们内在自成一个丰盈的世界，他们追求真实，尊重生命，讲究诚信。
他们的快乐源自创造、成长和爱，而不是占有、比较和征服。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标准的示范。当这样一个活的范本出现在你身边时，你很难不拿自己去跟他做比较。你靠着投机取巧赚了一笔快钱，沾沾自喜，可看到他安于清贫却内心富足，你那点得意就显得无比猥琐。你费尽心机，终于爬上了一个小主管的位置，准备接受众人的艳羡，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世俗的头衔，他更关心你最近有没有读到一本好书。你买了豪车，戴了名表，以为拥有了全世界，可他只是在山里看了一场日出，就感觉拥有了整个宇宙。这种由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巨大落差，会直接触发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。而人性在面对自卑时，最便捷的出口，不是反思和提升自己，而是攻击那个让你产生自卑感的人。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，只要我证明你有问题，比如你清高、你虚伪、你装，那我的没问题就成立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现象：一个善良的人会被指责为伪善，一个不争的人会被嘲讽为没本事，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会被诋毁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他们攻击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恰恰是因为你太好了。你的光芒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们内心的贫瘠和黑暗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他没有审判你，是你内心的不配的感在审判你自己。写到这里，我想你已经明白了，那些灵性高、通透又善良的人，他们之所以容易被讨厌，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触动了人性中最敏感、最脆弱的神经。他们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，是那个在狂欢派对里保持清醒的旁观者，是那个用自身的光芒照亮了房间里所有灰尘的旅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常常感到孤独，常常被误解，请你不要怀疑自己。这种孤独不是一种惩罚，而是一种勋章。它证明你没有为了合群而扭曲自己，没有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，没有为了被喜欢而放弃真实。你只是选择了一条更高也更崎岖的路，在这条路上风景绝美，但同行者寥寥。所以请别再试图去讨好那些无法理解你的人，也别再为那些莫名的敌意而内耗。你需要做的不是把自己这面镜子弄脏，去迎合那些满身灰尘的人。你需要做的是找到其他和你一样干净的镜子，然后彼此映照，彼此取暖。这个世界很大，总有一束光是为你而亮的，总有一个人能读懂你沉默背后的千言万语。